嘿，今天玩玩具了吗？平行世界最后的福音战士啦，最后足以毁天灭地的0.82秒。本集来看看由 CCS Toys 出品的《铁破最终浩基》，登场于作品《新世纪福音战士 Anima》。这部小说是以旧 TV 版的24话为分起点，当时人类补完计划被阻止啦，没有成功发动的3年后所发生的故事。因为是3年后啦，因此有许多的设定都是以原本 TV 版为衍生哦，所以跟现在较主流的新剧场版有很多设定会有所出入。作品里对于 EVA 的各种衍生变体也有不同的风格诠释哦。外盒是铁破系列的线稿，内层外盖也有帅气的彩图，背面当然也有魄力的黑白大图啦。最终浩基变小帅哥的主角真嗣在前一场战斗用超级 EVA 吸收了第3次冲击的能量之后进化修改而成的样貌。不过因为是把第3次冲击巨大的能量停止在最高峰的0.82秒，也就是主角真嗣的生命剩余的时间。但也是因为这个时间停止的状态，因此最终浩基基本上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半永动机。以上，如果你觉得你听不懂的话，那就对了，我也是越看越模糊啦。总之就是最后一台 EVA 了啦，没有机会了啦。铁破嘛，那个尺寸没有问题，同样是30公分级的大小，不过这次重量跟螺旋王一样比较轻哦，大概只有这么重。对照原设定，看得出来本款依然是对外形有做程度上的调整哦。比较明显的就是身形的呈现方式，本款更加凸显与夸张化，保留了 EVA 一直以来较为纤细的灵活感，但也加重了筋肉感的曲线。拉近来看，这款的面部远观帅是帅，但是近看会有点臃肿感。加长的下巴的尺寸却也因为比较厚实，导致感觉变成厚道。蛇腹式的身体也是 EVA 系列的特色，本款保留了原设定的风格，但强化了边缘的锐角感，侵锐性也比原来 EVA 来得更加强烈。EVA 双肩凸起的装甲，最终浩基则是以背后的飞行拘束器延伸到前方来替代。但这个其实就明显会影响到手臂转动的范围啦，这个我们后面说。腿部维持人类曲线之余，边缘锐角化也增添了不少机械感。两大腿相对臃肿的腿部装甲，让整体看起来有锥形裤的感觉。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设计啦。全机几乎是涂装，本款虽然没有采用海量标示来提升质感，不过借由色块与人类肌肉纹路的造型，还是营造出很好的视觉感哦。大面积涂装没有问题，但是少部分橘色边缘有点毛边呐，算是小小的缺点。头颈部是分件，不过我手上这只的头部有点容易掉了，颈部则只有提供前后的范围，不过整体的活动度算是不错。两侧的装甲板是球形关节可以活动，嘴巴可以开合，里面的牙齿刻画很仔细，不过因为那个外形影响了，开嘴的幅度并没有很大。身体有4节。左右转动主要依靠最上面还有最下面的关节，转动的幅度不算小哦，但会有点卡到裆部，要小心点。左右倾倒则只有最下面的关节来提供，向后比较像是直立而不是后弯，向前的幅度就很出色啦。背后脊椎的造型内部没有做弯曲联动，有点可惜。背后这组飞行拘束器我们放到后面说。根部向前有跟胸部3块零件做联动机关，这点很赞。后面又有肌肉感的外形联动哦。手臂转动会被飞行拘束器给妨碍，转动手臂建议向前之后再转动。根部也有提供上下的幅度，上面的小装甲可以有限度的上下。不过即便如此，水平抬举仍旧是不足90度啊。上臂可以转动，手臂弯举跟上臂后侧都有联动，整体弯举幅度优秀，而且这次的关节处没有断层哦。手腕装甲有一定程度的转动范围，前端装甲可以翻折，有附属6种的替换手手。裆部装甲可以上提，两侧的装甲也可以稍微调整，不过连接点有点脆弱，要注意啊。虽然还是有些外形妨碍啊，但大腿直抬仍然可以稍微超过90度。水平抬举的根部也有做肌肉感的联动机关哦，抬举范围不到90度，但够用啦。大腿转动的关节有2处，辅助堪用。膝盖弯曲幅度可以达成小腿贴大腿哦，而且因为额外的联动设计，小腿贴大腿的样子非常拟人化。脚踝后侧的装甲可以翻开转动，脚踝本身也可以转动，还有前后摆动，有优秀的接地范围，前脚掌有一段可动哦。
整体可动性有维持一定水准啦，但不到剧烈夸张的范围。不过本款对于几经把玩后关节紧实度下降的感觉，我个人觉得算是比较明显而且严重的程度哦。大腿两侧的外装甲可以向外拉出抑制喷嘴，前方移除外盖之后就可以装上全金属的武器支架啦。武器支架有提供4个可调关节，可以搭配搭载的武器做位置的调整哦。电磁步枪一把，步枪本身并没有特殊机关，唯一可以展开的是顶部的武器挂架，整体造型相当不错，就那个涂装焦了点。高振动粒子刀一把，造型跟原本初号机的差很多，更加的有科技感啦。有附属刀鞘，另外刀本身有磁吸设计，可以吸在电磁步枪的前面当刺刀哦。整体的造型不错，就那个涂装焦了点。孙六式灭绝刀一大把，这把刀在设定及不同商品化的样貌都不尽相同。刀鞘像是有栅栏般的外形，本款刀刃上的涂装有刻意做出刀刃还有刀纹的不平整感，整体的造型不错，就涂装焦了点。比孙六式更大把的背前长传一把，好大好长，2个小钩环还有大把手都是真的可动，不是装饰。比本体长的尺寸相当有气势，武器架接点是额外零件哦，整体的造型很不错，就涂装焦了点。卢克莱修之枪，哲学的枪，剩 0.82 秒的时间，每用一次这把枪就会再少一点。整把枪不是纯黑，而是有像浩瀚宇宙般的色泽哦。上面还有刻字，但是我看不懂写什么。但或许这把枪太黑，尺寸也没有背前长传大啦，跟 EVA 系列的朗基努斯之枪比起来，好像气势比较弱哦。背后的飞行拘束器分成上下2个区块，上面的区块左右两边都有单方向的前后可动，中间的区块也有一定程度的上下调整范围。下面的区块同样左右两边都有前后调整范围，不过并没有联动设计哦，你必须自己动。两侧的主区块也可以转动，但这2块的接点有一点松啦。中央连接杆有一个单方向的转轴，与主体则有一个滑槽设计。中央末端绿色的部分打开，里面有一个武器挂架可以使用哦。上下2区块有扣点可以结合，不过不使用也没有关系。本体背后原本插入栓的位置有一个圆体，附属一个黑色圆盘可以磁吸在这边。这个圆盘在原作中就是用来停止时间的装置，因为原作中是浮在上面的啦，所以本款采用磁吸式的方式来连接。本款有发光机构，用辅助零件将驾驶区块给拉出来，电池仓就在里面，采用2个 LR41 型号的电池。发光部位有脖子延伸上去的双眼，还有口腔，另外还有胸前中心的心脏部位，颜色是单一红光啦，但是很凶。胸前也有横亮，也有呼吸灯。非常幸运，这边我手上这支的感应灯组有问题，亮不亮要看他老大高兴。而且灯组在躯干里面啦，除非我破坏性拆开，不然我也没办法解决。哭啊！最终号机会喷出光之翼哦。先来看看这个光之翼的特效零件。主色呈现是橘色，但偏光多色让整个特效件变得非常的漂亮。共有2大2小4片，加上1小块，这个特效也是本款很吸睛的地方哦。安装光之翼的特效件，首先要先把飞行拘束器给上下分离，黑色圆盘要先拿掉，然后把原本的驾驶舱模组给换掉，换成附属的透明支架，再把黑色圆盘给吸回去，就可以把光之翼的零件给安装上去了。特效件的安装就是单纯的原子装啦，所以它可以转动。另外下面的接点可以稍微上下的调整角度，但是透明连接点在特效件装进去之后直接出现白痕哦，所以不建议频繁的插拔。装上去之后的气势直接翻一个等级啊，真的是又帅又漂亮哦。加上那一看就知道很占空间的尺寸，香啊，真的香，但真的不建议频繁插拔。最后是地台支架。地台依然是铁破祖传黑色半透明烫金字样地台，虽然没有变化啦，但这个样式就很经典款啦，没有什么问题，顶多就是比较容易留指纹啦。小说登场的最终 EVA 认识的人不算多，目前也没有其他媒介有登场过，因此单看外形确实会以为是初号机的魔改版甚至商品化的商品也是屈指可数，所以本款可以说是相当珍贵的量产商品哦。
本款的外形呈现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以原作为基础，但也有新诠释的部分。虽然没有特别的夸张化啦，但是身形的修整，我觉得是有比较漂亮的表现。涂装配色上的橘色，强化了像是肌肉树的造型，也更强调了 AVA 是人造生物的设定。本款附属的武装就一枪3刀一长枪啦，基本该有的都有啦。但比较可惜的是，并没有跟本体还有武器可以一起展示的互动展示台。虽然附属武装都可以全部装在身上了，不过我会比较喜欢武器塔或是武器架。总之，收货收得完，开箱也就开得完啦。孰优孰劣，应该就有很多可以参考的了。就我个人观感来说，这次除了灯组有毛病，还有关节容易软之外，其他都没什么太大问题。纵使那个灯组要亮不亮的，确实有把我惹毛啦。不过最终好基版就是稀有商品啦，能选的确实也不多。就这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